妈呀，你在这干嘛呀？鬼鬼祟祟的偷东西呢？就这个啊，我偷这个啊，知道吗？我是帮你把洗完的衣服抱进来，我看这实在太乱，忍不住帮你叠的。嘘，谁让你进我房间的？嘘，真是的。等一下，你回来不换衣服的吗？这是我刚刚帮你换的床罩，你得尊重一下我的劳动成果吧。起来。不是，你在我怎么换啊？OK， 我出去。哎呦妈呀，真是嫌我还不够乱。不是，我是觉得是你怎么又进来了？脱衣服了是吧？那行，你先坐，你先坐。这个我知道你心情不好，没事，任何天大的事情塌下来，有林哥哥帮你挡着，大不了我养你啊，我让你来我律师事务所，我让你做我一把手。你没病吧？并没有啊，我今天很认真的想了一件事情，我决定从现在开始，我认真的追求你，不做备胎了。我说真的，今天从你走出会议室那一瞬间开始，我突然发现我的心疼了一下。你那是心脏病前兆吧？并不是啊，我每次跟你说正事，你就给我岔开话题。我跟你说，沈志泽他没有用，他没有搞定他老妈，让他老妈过来欺负你，我心里很不舒服的。所以我决定要把你追到手，我气死他，让他后悔莫及。我知道，那个你可能这2天情绪不太好，是不是快来大姨妈了？我帮你去煮点红糖水好不好？我头疼，你能不能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会儿？你头疼啊？让我看看是不是发烧。哎呀，我很真诚的。请进。我叫你们俩来呢，是想请你们帮个忙。你说。你们2个是许诺最亲的朋友，现在他碰到这样的事情，我想你们2个日子也不好过吧。Peter 已经大张旗鼓的带着运营部的人搬回来了，已经全面接手我的工作了。看来徐总这个百日维新马上就要结束了，说不定明天我回去，整个策划部都已经消失了。所以，就算是为了你们自己，也该帮这个忙。没事，你说吧，只要能帮得上许诺的。我记得之前听你们说过，那天的视频Casey那边有是吧？那我想麻烦你去找他 copy 一份给我。好。有了那份视频，这件事基本上就水落石出了。那份视频确实是很有力的证据，但还不够。什么意思呀？我还想证实一下这件事情是否单纯。你的意思是这事儿是被人策划出来的吗？这件事情就像滚雪球一样，在最短的时间里边被无限放大，还环环紧扣。我觉得这不像是单纯的突发事件。如果这件事真的是有预谋的话，咱们怎么拆穿他们呀？如果这件事情真是他们做的话，那他们现在也该算是大功告成，肯定会聚在一起谈谈感想什么的。所以我想请你们看看有什么机会去探听到一些什么。我明白了。等到这件事情真的水落石出之后，我想我有必要亲自去会一会郑珊珊。珊姐姐，敬你一杯，厉害啊！一出马就让那个煞星滚出去了。哎，他以为他是谁呀？整天指手画脚，管东管西的。我一看他那嘚瑟样，我就冷一气儿。哎，你说当年咱们为 DO 拼命的时候，他许诺在哪儿啊？所以咱们现在偷个小懒，捣个小乱，那也是有资本的。他以为有沈总罩着，就能在 DO 一手遮天了，美的他。这下许诺瞎了，他活该。你说公司外请的高管又不止他一个，为什么换了一茬又一茬都没人敢动我呀？凭什么他许诺就那么张狂呀？结果可是有道的。我就算业绩再差，再怎么出工不出力混日子，那公司养我也是应该的呀。我今儿就把话撂这儿，我呢就准备在这等着退休呢。别说啊，你网上写那帖子还真挺不错的，好多人跟帖。现在网上都已经有人开始人肉许诺的家里人了。这次他恐怕是栽大了，不光是离开迪欧这么简单，我估计整个行内啊都不见得有人敢用他。那是，
我那可是专门花钱请写言情小说的写手给润色的，又招呼了一帮水军，凭他许诺，想跟我斗还嫩了点儿。行了行了，夸你2句还上天了。要不是于总指点你，你能打得这么漂亮吗？所以说，在咱迪欧，我就服于总，甭管是阴的、阳的、明的、暗的，哎，你想玩什么吧，咱于总都有道。行了，于总还在国外呢，这是他呀特地让我给你带来的。你先回去休息几天，等风头过了，他回来再给你安排合适的位置。明白？来吧，咱们喝一个，庆祝咱们的幸福生活又回来了。干杯！来来吃啊，我请客。林总，您今儿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？喝茶。您跟我这样一个闲人喝茶，不是浪费您的宝贵时间吗？古人喝茶要用沸水，水煮沸了，有如云雾般的小珠，并且伴有这种轻微的响声，为一沸。壶边有连绵不断的小泡往上涌，为二沸。水烧到翻滚，为三沸。而现在叫过沸，水的味道就变了。我就是一糙人，你说的这些呢，我听不懂。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。我的意思呢，刚才我提议要喝茶的时候，你拒绝了我，所以我希望接下来你不要再拒绝我，因为我不能保证什么会变。你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啊？林总，我真不知道您在说什么。那咱们说一些你能懂的。故意捏造和散播不实信息，足以贬低别人人格或诋毁别人名誉，情节严重的，在刑法上定为诽谤罪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、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最新司法解释，利用网络诽谤他人，同一个诽谤信息被点击超过5000次或者转发500次的，足够构成诽谤罪。林总，您别在这吓唬我。看来你是听懂了。上一次你和许诺还有刘瑞吵架的时候，有人已经把全程都录下来了，所以许诺开除你的理由非常正当。而你在网络上说你是因为生病而被开除，这完全就是撒谎。你的网络推手我已经查到，于峰峰在业内口碑非常差，现在靠写一些软文来挣钱，所以就我现在手上的这些证据，足够你坐牢了。不是，林总，这不能怪我啊，我就是别人的一把枪。高层斗争，伤及池鱼。林总，您不会真的起诉我吧？为什么不会？于私，许诺是我的好朋友，我有足够的理由维护他的名誉权。于公，我是公司的法律顾问，这些都是我的职责所在。而且沈总已经给了我授权，我当然会这么做。林总，您行您好，您千万别这么做。我这简直，哎，我可后悔了，我这是狐狸没偷着，反惹一身骚啊！当然，只要你配合呢，于公于私，我都希望这件事情可以和平解决。毕竟，你曾经为迪欧付出了不少，而且这件事的主要责任并不在你。对，林总，你说的太对了，配合肯定配合。您说要我怎么配合吧？林总，您还真是轻易不出手，一出手就往死穴里点。刚才我就说了，一开始你就不应该拒绝我。董事长，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了，
珊姐写了更正声明，楼叔也代表公司人士发表了意见，我已经找人处理了之前的负面消息。辛苦了，坐。不辛苦，一切都是为了公司嘛。我是说你做这么多事，实在辛苦啊。董事长，您的意思是，您觉得我多事了？不错，你做这么多事，只不过想证明许诺他没有错嘛。那么既然许诺没有错了，是谁的错呢？难道是我吗？我是不是现在要亲自去请他回来，跟他当面赔礼道歉呢？不，我没有想那么多。我觉得既然许诺没有错，就让他回来吧，毕竟公司需要他。你不明白，许诺他有错没有错并不重要，我就是要将错就错。为什么？当初我同意自责把许诺请到公司来，因为我们是要借助他这个职场经理人，来帮我们迪欧清理管道。他的工作呢，其实就是个清道夫。那么既然迪欧的管道已经通了，他事情做完也该走了，留下来不但没有什么意义，还会后患无穷。可是这对他不公平啊！那也只能怪他自己啊。如果许诺他只是专心工作，把自己职责的能量为我们迪欧做大做强，那我自然会奖罚分明啊。你说这些年我都亏待过谁了？可是许诺这个人实在也太不知进退了，居然对我们自责起了心思。他这种行为已经威胁到我们家了，我能够坐视不理吗？为了自责，为了公司和曼妮，他必须要离开，就算对他不公平，那我也没有办法。